收看关键时刻，中国为什么对日本会这么硬？除了日本当着全世界把它的泡泡这种大国幻想直接戳破之外，日本对中国真的是非常大的威胁。你看到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面一直流传这一张照片，他说妄想在中国后院插眼，日本已经盯上了中亚五国，他放的是高市早苗照片。为什么叫做盯上中亚五国？你看到今天麻生太郎出手了，造后者来出手了。他今天说什么？他说：“现在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协调你最快20号在东京首次召开与中亚五国的首脑会议。这代表一件事情，你今天日本坐庄，把中亚五国人全部都来，我们来瞧一下。”打麻将一下，到底在外交上面、在军事上面、在经贸上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合作起来？这一点让中国快气炸、快吓疯了。为什么？你看到这一张图，当今天中国对上日本，而且日本已经把手伸到东南亚之外，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如果今天东京日本坐庄的时候，中亚五国在这个位置，那现在的中国不就是三面被围了吗？过去中国都自诩是大国，他今天不管在军工、在科技、在经济上面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今天完完全被日本给打趴了。被打趴的情况之下，他又被围了，这代表你在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志总，现在对中国最害怕是什么？你看日本经济新闻直接讲什么？现在是日本高杀伤力的武器将全面来解禁，在现行制度下，日本仅被允许出口像是救援、运输、警戒、监视跟扫雷5类用途的成品装备，还包括护卫舰在内的装备，你必须要满足国际合作研发等条件才能够出口。但是现在完全都已经丢掉了，完全没有了。这代表一件事情，你看到日本将得以出口高致命性武器内的多种装备，包括你的潜艇，包括你的飞弹，包括你的坦克，这些高致命性的通通都出口。它现在捆人锁真的已经开了，中国真的快吓死了。所以石头，我们刚刚一路这样看，为什么死咬着日本完全没有放下？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现在真的是最大的威胁，你真的要来搞我们了。对，没错。事实上，在整个东亚的部分来说的话，美国距离这个中国太遥远，但是呢，日本就在中国的旁边，所以日本呢，这个对东亚来说的话，它可以唯一的是跟中国可以掰手腕的。所以你看，我们就讲日本最近做什么动作？他最近开始在拉拢中亚五国。那为什么要拉拢中亚五国呢？我跟他讲，中亚五国来说的话，这个包括说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啊这几个国家来说的话，他们过去就是中国的后院，对，所以呢，这个是中国的牢牢绑在手掌心。所以中国有成立一个这个上合会嘛，上合会这整个中亚五国都参加嘛，还有包括说阿富汗等等国家都参加嘛，外马几。就到最近一段时间呢，阿富汗跟这个塔吉克斯坦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边境发生武装冲突，这个多少中国人死掉？是你今天中国不是上合会的头吗？对啊，你不用为你的人民去呛下一下吗？对，日本就看到一个机会。你看高市早苗跟麻生太郎就说，我们准备呢在这几天的时候呢，邀请这个东亚最近呢邀请东亚五国一起开会，我们要开一个高峰会。那你看，假设东亚五国被日本拉过来。再加上说，原本的东南亚在这一波里面，你看新加坡总理黄循才说啊，这个中国要抛弃历史的仇恨啊，不要再跟这样不要闹事哈。东南亚很多国家因为日本的这个讲话比较有信用嘛，很多国家被“一带一路”拖累嘛，他们现在也慢慢被日本拉过来。所以我跟他讲，中国为什么那么忌惮日本？第一个，日本在东南亚本来就很有影响力，东南亚可以拉过来。如果他再把中亚五国拉过来的时候，等于是中国面临到，那更不用讲，印度跟他也是关系不好。那中国跟俄罗斯呢，其实也是这个有一点点算是同床异梦。他不止被三面包，被多面包围，糟糕了。所以他怎么办？他当然会一直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去这个拉拢中亚五国嘛。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对中国来说更害怕是什么？我们都说中国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加强武力吗？加强他的武装吗？我跟他讲，现在美国把这个捆龙锁打开，日本现在也开始在修改一些相关的法令。未来日本的这个武器，这个像高市早苗说，我的这个国防经费要占到 GDP 的3%以上，甚至更高。假设他这样投下去之后，未来日本会变成这个军事强国。对，我说不要说中国跟美国单挑啦，日本搞不好都有可能有机会跟中国掰一掰手腕啊！哇，这才是中国最害怕的这个部分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看
高市也准备在26年把这个武器这个装备出口要解禁嘛，所以才说日本搞不好一蜕变成军事大国的时候，对中国你看外交还有军事的影响力都这么大的时候，中国当然很难容忍这个日本在地区的这个存在嘛。松哥，这次中国他的恐慌跟害怕，不是说，还记得他们两个在吵的时候，当时热搜第一名是什么？小心日本会偷袭我们，结果没有嘛。结果现在他们最热搜是什么？就是这一张图。对，你高市早苗，你妄想在中国后院插眼，日本盯上了中亚五国。对，越讲表示什么？你越害怕。我们讲中国害怕什么，他就讲，你看妄想在中国的后院插眼，对，日本盯上中亚五国，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了，你看把中亚五国看成是中俄之间欧亚大陆的这个腹地，打入一个日本的这个气质，就打进去，想要某种程度上面想要去中国化，就是把中亚五国去中国化，然后日本想要得到能源资源都想要运出去，首先要经过中国或是俄罗斯，想要分化中亚五国跟中俄的关系，实质上是缘木求鱼的，讲阿里伯可怜啦。但是问题是日本有没有做？有。日本怎么做？日本主要原因是靠这个麻生太郎。我们知道麻生太郎过去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造王者嘛，对，他很多手段被他推上来。这次高市也是他是背后的一个造王者。他现在担任什么职位？他是自民党的日本与中亚各国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就是他。对，所以他就说什么？他在2日的时候在召开会议的时候说，我们这个首相呢，最快的在20号的时候呢，在东京要举行首次的这个召开跟东亚五国的首脑会议啊。东亚五国首脑会议要来现在日本也意识到说，我决定要在中亚插入一个算是器子或是刀子都可以了。中国可能就是说你要我后面插一把刀，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跟他讲，这让日本呢这几年的确跟中亚，我就说中国都是靠什么？中国都给钱嘛。然后中国有时候到中亚说我们去设工厂，但是问题是设工厂之后造了，它是掠夺当地的资源。我们讲啊，他在很多中亚国家不是挖矿搞黄金，让我们大家民不聊生吗？好，那你看人家日本怎么做？你看日本，他在这个他欢迎什么？他斥责亮正就是这一次去谈判的，他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这个讲他投资啊，然后还有这个工业跟贸易部的部长见面啊，然后就双方就经济还有能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合作提供意见，他们都是互相合作啦，所以你看他们就是互相有对等关系嘛，对。然后日本还用一个所谓企业参加，然后还有用专案组的方式，就说我们一定会去那边投资，所以呢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那我就说，你看中亚国家，你看这是日本媒体的报道啊。日本在丝绸之路上的亲日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就是乌兹别克啦。然后他们那边投资什么？你看他们那边投资食品加工业，帮他们设工厂。那你看，我就说，照我跟你讲，人家日本的工厂去，他真的用乌兹别克的人。对。你中国工厂去，请问你用谁的工厂？中国人。所以他们觉得，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颤了一下。对。这工厂也太干净了。是。我们之前看“一带一路”那些工厂，乱七八糟。能看吗？所以日本的那种干净清洁精神真的有带来。所以你去的话，你比较欢迎谁？当然欢迎日本公司啊！你看，还用电脑化，这个蛮先进的。然后他们用什么？他们说，你看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地有非常多的乌兹别克有非常农民嘛，我们之前不是说吗？中国人破坏塔吉克他们的相关的农地对，他说我们现在这是什么大型的这个给水器，他们做水泵，就供给稳定的给这些水源呢稳定下来。然后他们说，你看，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有慢性病，所以你看他们还在那边投资医院啊，然后诊所帮他们改善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啊。那另外还有什么？他们还做这个帮他们做农场，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地有做蓝莓的工厂，但那边工厂他们也是请当地的人来工作，然后聘用大概350个工人。所以我跟你讲，赵伟，你看呢？这是日本的投资。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投资，你对比两个，你觉得当地民众会欢迎谁？当然欢迎日本的投资啊！松哥，这真的差太多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刚刚特别讲麻生太郎出了手。斥责亮正还出手，这两个都是跟美国打交道人，这代表什么？美国也在后面帮忙了嘛。当然，而且跟什么？这个跟一个高下立判的一个，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小流氓，对，有没有插口袋那个？是。差太多了吧？人家是真的在干，你不是在耍流氓的。对，我就讲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方式就有点类似你刚才讲的耍流氓，我洗捞多啊不流氓，我要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嘛。但你看日本的态度是比较像说我们互惠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当然他们会觉得说日本的态度是比较好的哈。另外第二个，你看不是只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包括土库曼。土库曼合作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土库曼当地当然有非常多天然气。那天然气来说，他就说什么？我们的东洋工程呢，我们是把这个天然气呢，把它加工之后呢，可以加工成什么聚合物啦、化纤还有燃料这样一个状况，就帮你产业升级啦。对。那你看土库曼他们有
他们有天然气啊，但你帮我们产业升级，很开心。好，那吉尔吉斯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吉尔吉斯，它的这个地方比较多山。比较多山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说，因为你们的山里面呢，有时候冬天呢会下雪，就盖住了。那夏天又很热，这种冷热那么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帮你改善你们的这个隧道的这个建设，让你们隧道建设可以更加完善。你看，人家是用这样的方式、啊这个工程跟“一带一路”一定差很多。对啊，“一带一路”盖可能刚刚好之后，可能就完全坏掉，对啊，就崩坏了，就瘫了、啊。那你看，人家日本用这样的方式啊，对。然后另外包括塔吉克来说，他们比较缺所谓的基础建设，所以他就帮你弄什么改善你的电网啦、然后改善你的这个水电厂啊。你看，人家就用这种基础建设的方式，而且他们没有带日本的工人进去，就是用当地的人，我给你 know how 这样做起来嘛。所以说，人家这些都是一个双边互赢的这个状况。那我们讲，除了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让中国现在跳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说高市跟这个之前的安倍一样，他们都想要让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正常化里面来说，就包括说像把他们目前为止的这个自卫队变成是国防军，另外一部分就是把他们的军工可以出口，这个部分让中国非常生气啊！哈，那你看，这是日经说了，高市政府计划在26年全面解禁这个防卫装备的这个出口。那它取消这5个的类别来说的话，是当然指救援运输啦、警戒监视，还有海上扫雷装备等等，比较偏向防御的。防御来说，所有类别的防空飞弹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它之前曾经有出口过所谓扫雷舰，那也都是可以的。甚至连部分的潜舰也都可以，潜舰也可以。对，所以它事实上这个出口管制解除之后，你看啊，他们这个听了很多专家的意见，他们去采访这个所谓的三菱电机的负责人，三菱电机的负责人就说没有错，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有这个北约都对我们的防空导弹有非常多兴趣，所以看起来的话，防空导弹至少是能卖的。好，那也因为日本要解除武器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日本最重要的军工复合体之一，当然就是三菱重工。对，那三菱重工来说，你看。它在当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一股大概是295块，它现在已经涨到4048块，差太多了吧？对，没错，它当时的市值大概是1兆日币，它现在已经涨到15兆日币，等于是说大概约莫是在3年的时间涨了大概是十几倍的这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个，它有非常多飞弹嘛，包括说像陆基的这个反舰飞弹、这个地对空的飞弹啊，还有很多这个本身在做什么巡洋舰那些，日本包括说要大规模的下水饺。这个三菱重工当然可以受惠嘛，那包括说它部分的防空武器什么可以出火，所以它等于是未来出口的产品会非常多种嘛。好，那除了这个三菱重工之外，另外一个这个川崎重工，它股价也出现大涨，因为它川崎重工有做部分的潜舰，未来搞不好可以出口，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很多日本的相关的武器都可以出口之下，对，他们的竞争力当然会大幅的增加，所以这等于是说高市早苗未来解除这个日本的武器的出口禁令的时候，我就讲。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兴趣，这个对中国来说压力很大，尤其是你看这几年来说的话，中国在下水饺，日本又何尝不是下水饺？你看日本，我们台湾是不是要做自己的潜舰？对，因为什么？因为潜舰是对付这个中国船只非常厉害的武器。那日本也是一样啊，你看他们最新的这个他们的大鲸级的这个第6艘的潜舰，在今年的10月14号下水。那它大鲸级是用什么？它用锂电池嘛，取代这个柴油电池，所以它非常的安静。非常安静来说的话，而且它可以潜得更深，大幅提高这个所谓水下作战的这个能力，而且它有新的这个声纳系统。对，所以你看，这是三菱重工跟川崎重工做了。你看它第一艘是在2018年做的哈，然后这个2020年下水，对。那你看第二艘白鲸2021年，迅鲸2022年，然后这个雷鲸2023年，然后长鲸2024年。苍鲸2025年，几乎是一年一架，除非第一架跟第二架之间隔离比较久之后是每一年都一架，这样做下水。它的效率也太好了吧？对，没错。那你看预定来说，明年还有一艘，然后2027年有一艘，虽然一年一艘，它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长龙这个大鲸级的潜舰，这对中国是不是形成一个压力？对，当然形成一个压力嘛。好，另外一个他们做什么？他们那种最上级的这个重装的这个巡洋舰，也是一直在下水饺，很多台都下。而且我跟你讲，大家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船只的时候，就觉得哇，你做得太好了。我们都说这个美国有所谓的逆中的这个战舰嘛，对不对？朱瓦特号不是长得也很奇怪吗？他们雷达都侦测不到。人家说它其实长跟朱瓦特号有点像啊。那为什么？你看它的边边哇，都设计得非常光滑，你几乎完全看不出来它的样子啊。你看，我们看它旁边。舱门各式各样，你看他们的舱门都可以完全密闭在一起，这也太细致了吧？对，这个线门对，跟这个舱门这个地方，对，完美贴合。对，没错，这是工艺了吧？它打开的时候你才知道有这个门，不然的话你远远看，你根本不知道这边有这个门。
对不对？所以我才说这就是他们日本的工艺的这个水准。对，那人家就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包括说像这个最上级的里面这一台叫做熊野号，你进去里面看的话，赵总你会发现到说，你看。他们这个指挥中心来说啊，是360度，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荧幕，然后这个舰长就站在中间，然后就可以这样环景这样，你这个看起来，这个不太像我们印象中战舰的样子，对，像是什么这个所谓这个网咖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对，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360度那它可以这个荧幕上可以显示各种我们现在的武器，然后锁定的这个状况，完全都可以显示的非常清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它也导入了某些程度的这个智慧化，这就是日本目前为止的整体的技术。好，那除了我们就讲，除了他们的船舰技术之外，日本的这个战车技术也非常厉害。他们最新的叫14的这个战车，对，那14战车是由三菱重工这个104的战车是由三菱重工所研发出来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呢，这是把日本的造车精神跟日本的武士刀把它结合起来的一个所谓的战车。为什么结合这个战车呢？第一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战车呢，大家对战车最有印象就是说，它要发炮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很大的晃动？后坐力就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子。你看，它可以快速调整角度。你说这个对，然后要发炮了，对，发炮，然后而且它快速可以调整角度。你看，它的角度可以快速调整。你看，一般来说，我们看你能够转得越快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你的战斗力越强？对，而敌人搞不好在我后面，那我可以转得快。你看它转的时候。完全定位之后就没有晃动，没有晃动之后就很快可以发炮、开炮，对，然后可以击中1公里之外的5公分大小的这个目标，对不对？另外一个，我们就讲战车炮的时候，它这个炮管来说话，要承受，因为打出去的时候大概是160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他就说了，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你可能这个炮了。如果太强的炮的时候，你这个所谓钢管就没办法用。然后他们现在就用这个日本的自己的研发的钢管。好，那我就讲日本的技术来说最厉害，我就觉得这个11月多的时候，他们有公布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跟中国看的都傻，连美国都很觊觎的日本技术。对，这个叫电磁炮。对，电磁炮为什么我说这个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你看他们当初在原本电磁炮大家都说只有听过，没有办法看到实测。日本公布实测给你看，它这发射出去之后呢，它击中这艘船，它击中什么地方？它原本在这个地方发了一个十字，对，这个一个靶心的圈圈，就精准的命中，然后产生一个十字的这样的断面在这边，就精准的命中。它有这么准？对。然后击中之后呢，你知道，因为它击中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它只要一击中之后，这艘船就完蛋了，因为它完全穿弹过去之后，就整个就完全被它打败。那你要说这个日本这个有什么好骄傲的？我跟他讲，原本的美国不是他从2005年开始研发电磁炮，对，它原本是放在朱瓦特上面的电磁炮，但是因为技术难度很难呐，然后后来就是说2022年放弃了，他放弃了，就日本在2011年开始做。那开始做的时候，2025年就准备这个正式这个开发的这个原型这个炮了，要安装在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实验用的这个飞鸟号，所以他们就这个飞鸟号就实际给你做出来了。美国没办法做到，对，美国做不到，日本做到。是，哇塞，这么厉害！对，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还这么准哦？他做了2个，因为电磁炮过去要非常大量的电。它等于是把这个电池模组呢，它需要耗的电把它降低。第二个，这个电磁炮呢，它这个发射出去的时候，正好让它发射出去的炮弹呢有7马赫，所以它这么快速度下去了，这个炮弹没办法用太久。所以过去为什么美国不要开发，就是成本太高，但是把它做到说可以重复使用。所以来跟你说，这就是日本的技术能力的这个高超。所以来说，万一日本，我跟你讲，它这个未来要配备在什么地方？他就是要来配备对付中国的船舰的，所以我就说，中国如果真的中国看到这个炮出来之后，吓死了嘛。所以才跟你讲，日本的这个国防工业，还有日本的他们的外交的这个系统来说，事实上这2个东西其实是中国最忌惮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一直要打压高市，千万不能够让这种日本再起的这个呼声重新回到日本的人的这个心目中。宇轩，我们刚刚讲，现在中国压力太大了，为什么？如果日本今天东南亚已经被他拿下来，中亚5国也要慢慢被他渗透下来，三面被围。但你说没有哦，其实现在中国最痛的是什么？它是4面楚歌了。你北方还有谁？
还有俄罗斯人。本来以为那俄罗斯是中国最后的希望，就没想到呢，是我们讲羊入虎口。羊入虎口，对，因为现在呢，俄罗斯突然间对中国很 friendly 哦，跟说中国公民我们正式免签，而且有30天，你都不要去日本玩，我们双向奔赴，好开心，赶快中国游客。灌爆俄罗斯，就真的有中国人哦，傻真的信了，误入歧途啊！为什么呢？他一到去俄罗斯之后，本来想说免签很方便，对不对？没有，一落地之后呢，马上就缴12000块台币。我再讲一次，进入到这个国家就缴12000块。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缴12000块吗？不是免签吗？因为理由很简单，他落地之后，然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拖着行李走一走，突然间有一个像军警穿的很像那种我们讲军人的服装，就把他拦下来说，你违法哦！然后中国人想说，我为什么违法？然后还很聪明哦，俄罗斯人还拿着手机自动翻译，跟他翻译成中文给他听，说你违法了哦，就这样跟他讲哦。后来他说哦，因为你没有找到居留地，而且你居留地呢没有登记。然后中国人想说，不是啊，我是刚到而已，我要登记什么？他就拿出一个法条，说我们入境7天之后呢之内。要办理这个居留登记，那中国人想说，我才刚落地啊，这才第1天吗？对，第1天。他说你不付我就不让你走。你怎样啦？你不付我就不让你走吧？哇，也太凶了吧！这宰肥羊嘛，敲诈勒索嘛。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你确定这些罚款真的是交给政府吗？会不会是这些警察根本就私底下把OOK？我跟你讲啦，后者可能性居大啦。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嘛。来，17号到20号呢，有一个中国男子哦，他说他被警察敲诈，警察看了他的中国护照，说你护照有问题，你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他说不要啰嗦。钱给我，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拿钱吗？不是开罚单，他把口袋的2万块，我们讲卢布，然后呢，还有就大概7000多块台币，一次都全部拿走。就叫水洗，这是抢劫了吧？这叫水洗，水洗功德。对，就把全部拿走，然后就走了。然后甚至有一个人走在那边说：“我们中国人像移动 ATM。”你知道他哭什么吗？说我在俄罗斯第10天就被抢劫了，他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马上就开始跟我要钱，然后呢，最后呢把这个钱给他啊，你知道吗？对，这个家伙在那边哭诉嘛拦路抢劫。你看这2个大哥，你说就这2个人跟他抢劫，就不让他走，然后就说来，my friend，my friend，money，等一下， money， 他们是用翻译软体在沟通吗？你要抢劫还用翻译软体？那你看开始那边手那边比有没有 ？Michael， 然后呢，几人把刚刚安内修旧，然后你给他够足够钱之后，他就跟你秋公，哎呦 ，my brother，my brother， 然后呢就把你赶回去。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中国人进入到俄罗斯根本我跟你讲，那跟 KK 园区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进去之后每个俄罗斯人都把你当肥羊？假的啦，真的啦，我真没有乱讲，有中国人可以宰了，赶快去跟他要钱，这种人无从抵抗嘛。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更扯的这个是他们回国的行李。就是他从俄罗斯这边买了一大堆东西，然后他即将回国，你知道他的 complain 什么？说这太离谱了吧！我们这是花这么多钱，也是跟你们买的，也是买你们俄罗斯的东西啊，但是不会说不给我们走呢？他说你要把行李拿走，来，一个人缴，可能我们讲1-2万块缴一点钱过路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把行李带回去，请留下买路财。所以呢，他就说钱已经花给你们了，然后最后一刻还要吃干妈鸡。所以你去俄罗斯你要全身脱光光的打算。但是呢，你知道更扯的是什么吗？中国有一些司机是在俄罗斯工作，对，然后他就踢爆说，其实俄罗斯有一个传统的一个习俗，他说他开车开在路上，他每一个警察都认识。你知道为什么他每个警察都认识吗？他说因为司机他总是会被这些警察拦下来，拦下来之后呢，他就跟你讲说，兄弟 ，smoke。有没有烟？有烟吗？然后有时候你给他烟之后，他会得寸进尺。Red Bull， 给我一对翅膀。那他就跟你要 Red Bull， 那甚至还要跟你要酒，真的，因为他就是要到之后呢，这警察发现说，兄弟，我拦你5次了，而你都给我东西，我们是兄弟。对，然后加个微信，你看，这是俄罗斯警察传给他的，我也会送你一份礼物。朋友，然后他说：“就像今天你们3个警察朋友查到我4台车包给放了，我们成了朋友，可以啊。”我就商讨你的名字呢，俄罗斯就拉卡布的酷，不知道他讲什么下次见到我的车一定放了不能回来，我司机。好的 ，my friend， 我的朋友，真的变成朋友，真的，你趁火打劫收保护费，变成人家的朋友了，抢到变朋友了。你看有这种奇闻的，所以我想这不夸张嘛。然后还有一些傻不隆咚的第一次去的，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说为什么进去之后被抓到一个小黑屋，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把你关进去，对，然后他也不会跟你问什么，反正呢你想要出来了，他会等你想明白。你知道什么叫做等你想明白吗？等你想明白之后，你到底该付多少钱之后呢，他才会给你。所以他们现在把中国人形容成叫做挖不尽的金库，因为专门抓他的是谁呢？都是警察，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俄罗斯专门的中亚研究所都特别讲说，抓你罚款没商量，因为对他们来讲呢，像是挖不断的金库。他说曾经有一个做生意的他那时候去到俄罗斯，他跟他朋友，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朋友，然后他们就被警察拦下来，然后呢他就一直叫你上车，然后那个记者还搞不清状况嘛，说我为什么要上车？然后他的生意人好朋友呢就开始原本还跟他吵，然后后来呢被逮到一个毛病，什么毛病？他朋友没有带护照。他就说你没护照，那你上车，因为没带护照在俄罗斯是违法的那你知道最后怎么办吗？他就开始说你喝酒了，他就想尽办法刁难他。还有什么？我说你喝酒了，就是喝酒了。对啊，这关你3721，不然跟我走。但是我看到钱啊，那你就不用跟我走了。哎呦，所以你要懂上道嘛，人家就是跟你要钱，你不要把场面搞那么难看。你中国人确实是当肥羊的，所以你知道甚至是真的这是一个旅行团。我想这个案例更扯，他们在海关附近在国门明目张胆他直接跟你讲说不给钱不让走，凭啥？就是他说这些人呢来这边只有3天，然后他说呢，你如果不给钱，我们就把你滞留。那滞留之后呢，就会很有问题。那你如果想要离开的话呢，你就要缴15000块人民币，15000块人民币。我要回中国，我还要交大概台币66000。所以我跟你讲，这上下产业链一条龙，搞不好中国人只要一路进到俄罗斯全程都被盯，从海关司机，再到警察，再到一般的路人，反正全部都要给我扒你一层皮。如果你是一只丰满的羊走进去，等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酸鼻巴，根本连肉都不剩。因为现在中国也太惨了，惨是什么？你在国际上面，我们刚刚讲中亚5国可能要被拔掉，你在这个所谓东南你也要被拔掉，你连俄罗斯不是朋友铁杆兄弟被当肥羊这样宰的，结果从那个地方完完全全看出来，中国你的影响力在全球真的出大问题了。你看中国第一所就全球领导力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了，这很厉害的感觉，结果没想到不对，其他人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了。对，这个人民大学搞了这一个全球领导力学院其实本来照道理讲，这是要做中国统战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他其实要去培养一些能够在这些国家当中来讲，能够针对中国，而且对中国比较友好的，那培养的未来下一代的领导人。那所以他现在找的基本上没办法找到那个西方国家，也没办法找到像日本或者是周边的比较好的国家。你看到他第一波来讲，32个学生找哪里的？都是找南部非洲的这些国家，对，比如说南非这个索马利亚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辛巴威坦桑尼亚、安哥拉等等这些。那这些其实说真的他老爸老妈其实在当地来讲，应该也都是政要。这是所谓的正2代，你知道吗？对，所以他们故意是要拉拢这些学生，但问题是说，他们到底来学什么东西？结果学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国家安全啊，什么发展经济学啊、文明学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不就是中国在这边准备放的一些种子吗？所以呢，他其实没办法去招到其他的应该要招的，比如说欧洲的、美洲的一些相关的学生现在招的基本上可能只剩下非洲的好兄弟而已。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中亚，中亚是时候中国是本来用上合组织没有错，对。问题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打仗下去之后，他本来怕说什么美国迅速会填补到中东的政治真空。中亚的政治真空，所以呢，中国马上去搞一个什么中国跟中亚高峰会议，对不对？对。结果你看到现在，搞了几年1-2年之后，日本也要搞了。那其实美国今年也在搞，美国川普在今年在白宫有跟中亚这几个国家就见面了。对。那所以一定也是川普交代的嘛？什么意思？双管齐下。对，美日之间来经营这个中亚的目的，就是要三面包抄中国。什么叫三面包抄中国？东亚对不对？东南亚对不对？就包含南亚、印度这边。中亚这个不要浪掉了。中国本来的做法是什么？当美国撤出什么中东啊、中亚、南亚，我就势力就填补。但是没想到现在人家都在回补。我们不是说中国当初去找塔利班，跟塔利班站在一起，有没有？跟阿富汗站在一起啊？结果最近被发现到说，阿富汗的边境上面竟然有人跨境朝着这个在什么这个塔吉克境内的这个什么中国人那边去进行扫射，对，就说开枪了，中国人死了。对，那这件事情，上海合作组织有发布声明去谴责这样的事情。
但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可能阿富汗这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哦，这个塔利班政权可能控制不住。那另外讲，为什么被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是在塔吉克里面的工程这些中国的这些劳工或者是工程师等等之类可能被杀掉？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控制不住嘛。所以今天中国来讲的话，想要控制那地方也不容易。但是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有很多其实在中国长期以来的这种所谓的类似帝国主义的情况之下，他其实当地人对中国也很非常反感。对，所以现在这些国家来讲哈，都开始找上美国跟日本，因为为什么呢？只有美国跟日本才能够教他们技术，才能够转移技术给他们。那中国来的话，等于是另外一个殖民国家的概念，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掠夺。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都是维吾尔族的亲兄弟。什么意思呢？他们都会踢你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所以等于是你日本跑到中国的后院去给他搞一搞，然后看中国你到底要回防你的新疆，还是要搞我的东海？那这是你自己要去想一想了。我们上一次看到在菲律宾那个8月11号的撞船事件有没有？中国海警跟中国海军呢两个要包抄这个菲律宾那一艘巡逻船，对不对？那一艘是日本人做的，那一艘是10年前日本人帮他做的。难怪那么强。什么意思呢？技术很强嘛，那一下就脱逃掉了，你让中国2艘船撞在一起。那所以很多国家其实看到日本精良的军事武器哦，还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设备。所以如果说日本的军工业现在起来情况之下，因为高市早苗就要发展日本的军工业嘛，那起来之下又能够输出中亚国家他们哪需要俄国斯的武器，他们也不需要，但是又拿不到美国武器，他们有可能思考的就是日本来协助他们。所以现在哦，日本他的做法就是三面包抄中国。我相信接下来中国我说了，他会什么？这个大意失荆州啊，到最后来讲的话，可能周边来讲的话，到处已经包围网已经形成的情况之下，他可能还浑然不知啊。国正，现在我们之前讲，包括我们台湾，包括日本，现在都要跟中国来一个切割，就说你不要用经济威胁我了嘛。结果我们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从这一本书，这个苹果在中国这本书，原来真正跟中国交好，交给他们最多的。竟然就是苹果，就是库克，这也难怪。今天爆了这些出来之后，那川普不就要杀向库克了吗？所以有消息说，库克可能会在2026年就准备要下台。像《金融时报》就提出了这样报道，因为苹果在中国怎么帮助中国把整个制造业发展起来，透过这本书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现在他甚至爆出一个猛料是什么？还有猛料？我们最近不是看到白宫晚宴吗？川普不是请了一堆科技大佬跑到美国去要投资美国吗？白宫吃饭，所以当天晚上他问了很多人。祖克伯啊，这些人啊，你们投资多少吧？库克说我要投资6000亿美金嘛，一讲之后大家讲很多嘛，结果派崔克作者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爬出过去几年的资料，告诉大家说，恐怕川普是会被库克骗的。他说过去几年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库克也说要投资美国啊，那每年也是投资几千亿啊，结果他真的有投资美国拿了700亿，一年拿700亿美金哦，结果投了美国，投到苹果自己家的股票，对，就是拿自己的钱去买苹果的库藏股，4年下来几千亿美金，所以他一直在追，说，你不是说投资美国几千亿吗？怎么都没有工厂？数字很惊人，看不到相对应的工厂，因为全部去买他自家的股票，所以他现在同一招也可能会用到川普的身上。我答应你6000亿美金嘛，我全部又回头去把苹果股票买得那么高，所以输出来，川普当然也会知道，所以为什么《金融时报》就要讲说，明年最快可能库克要下台了，因为他揭开的事情还真的蛮多了，包括苹果都经常公布说苹果的供应链啊 supply list， 然后到底是有去中化嘛？它真的有去中化啊？公布了名单下去，第一排看起来都是中国台湾业者啊，然后中国业者越来越少，可是他就把它爬出下来，苹果的供应链其实有4层啊，那你把第一层公布了就是25%，其他的都没公布，所以75%都被隐藏，因为第2层、第3层、第4层。还是中国业者，然后他再把名单，像我们大家不是看前200大吗？对，前200大1比1嘛，越南有一家，中国有一家，我们都认为是1比1嘛，印度越来越多啊，所以整个印度、东南亚、非中国地区已经有70家业者，但是一比就发现。人家中国一家业者的规模是越南的几10倍，所以你拿1比1比不公平嘛？你一来又长，然后又用数字来骗别人说，1比1比啊，结果人家差几10倍，所以把整个非中国地区70家加起来，其实是9.2万人，对，还比不上一个郑州富士康，所以这个叫做去中国化嘛？其实他可能一直在骗
美国政府在骗川普跟拜登，对然后再往下沉，当然这有点专业哈，那就是比较供应链的重要性，结果发现重要的东西还是都在中国做，印度跟越南其实只是在贴上印度制造跟越南制造，如果中国没有生产这些关键的东西，其实越南跟印度根本就不会做出 iPhone 手机，所以苹果更可怕的是它没有 Plan B 的计划，它一直知道一件事情是中国在利用它，对甚至在22年的时候，那时候福斯电视台的记者不是我们一直在追吗？那时候中国的上海的苹果工厂被关在里面，甚至被那个中国的卫生人员打要追啊！对竟然问他说：“你们公司是不是跟中国共产党业务往来？”结果库克45秒走了整整45秒，电视台怎么追？他就是一句话都不回答。那当然，派崔克就问沉默的库克，沉默的库克。对于中国的人权，他完全不在乎，所以派崔克就去问苹果内部的人士来讲，他就说：“哎呀，习近平根本就不会对付他，最可怕的人是川普啊，川普才是可怕。为什么？川普是希望把所有的科技跟技术移出中国，这才是对美国最安全的。但是库克很清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习近平不会对付他？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习近平不会对付他？因为习近平需要技术转移，对中国太重要了。他就是让苹果赚大钱，但是把技术骗到中国去发展中国。苹果持续下去会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他又揭发一个更重要猛料，是苹果内部有个50%的原则。什么叫50%的原则？就是做苹果供应商成长得很快啊，你越做越快，越做越好，对不对？你不可以只做苹果，你要赶快用同样的速度去跟别人成长。意思是说，你要脚踏两条船。苹果的生意做多少，你就要去做 OPPO 跟做小米、做华为。透过这个方式，你在中国卖越好，OPPO、小米、华为就会变得很好，而且双方要50对50，对，这个叫50%原则，等于你要用一半的力气。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做我苹果，你一定要帮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苹果一方面让这些供应商学会世界上最难的工艺，甚至最新的科技，可是他又去服务中国手机品牌，所以苹果在中国的制造崛起的过程扮演非常直接的推手，这就是苹果最可怕的地方。然后，所以他去找出文件说，你知道吗？2015年苹果一年投资美国，他投资中国多少钱？然后550亿美金，这个不是只是在生产苹果手机的索要，而是真正的投资在中国的部分，比拜登4年晶片法案的520亿还要多，等于整个苹果一家公司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的重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